是一场即时拍。阿珍你好，今天非常有荣幸能邀请你来上我们这个节目。那阿泽在新加坡的这个博主，那他今天就是来我们这个师承记事本做这个对话。对，那阿泽他是一个全职内容创作者，他在这个小红书上有超过20万人的粉丝。他这个博客最主要是那内容涵盖在新加坡的这个生活点点滴滴，对，这个包括这个旅游景点啦、美食文化啦，还有这个产业创业经验，还有这个本地的这个房产等多方面的这个课题。你很了解。谢谢。所以在我们开始之前，阿德我想就是请你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大概就是你本身的年纪，今年几岁啦，来新加坡多久啦？还有这个除了这个自媒体外，那你还有从事其他的工作吗？阿泽。OK，我的艺名叫阿泽，但是我本名是叫陈自豪，耳东陈，然后骄傲自豪的自豪。那我今年是31岁，94年，然后我来新加坡今年是第5年了，2021年来的。这么多年了，哇，是蛮久了。但是我感觉我身边的圈子都是来10几20年的，我还算是一个新手。然后我现在其实我最早是来新加坡读 master 的，读了1年之后毕业之后，我有在一家公司工作过半年。然后后来就离职了，对，因为那时候我有在兼职做博主的，对，后来就是发现做博主这件事情还挺好玩的，收益也不错，所以后来就离职了嘛，就自己就出来全职做博主了，然后目前就是一个全职博主，没有其他的工作。OK， 好，那我们就是看到你这个博客里面知道你的这个内容这个题材是非常的丰富，而且涉及的不同的层面还有不同的课题，是包括旅游、美食、这个营业、这个企业经营、对房产等等。那我想知道一下，你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聚焦这一些课题呢？是哪一些因素就是驱动创作的那个内容呢？选择这些因素是因为我之前我本科是学这个编导的，就是导演这种类似的这种，然后我现在国内有工作室也是做 marketing 相关的，所以我对自己的运营自媒体这一个还是会有一些更深层次的想法。我不是说就是拍的好玩而已，我想把它做得更加的精致、更加专业、更加有影响力一点。所以我不是就是专门只去拍什么美食、拍什么风景，我肯定是就是不要做一个那么浅的博主，我想把它做得更深入、更加 local 一点，更加让我的观众看到说一个真实全面的新加坡什么样子。所以首先我的内容涵盖就比较广。其次是什么因素导致我说选这些行业？像你说的有美食、有旅游、有这个房地产，也有采访。第一个因素我觉得还是变现因素吧，就不知道新加坡理解什么是变现。就简单一点，就是赚钱，就make money。对，你的接触面越多，那你能够去实现这个，比如说就是接广告，或者说带货的这个机会就越多，能赚到钱的机会就越多，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流量因素，你做博主的话，可能是需要去让更多人看到你，去涨粉丝，对吧？那你做的东西越多，你就触达的人群就越多，涨粉丝的机会也就越多。这是流量因素。就是说，还有一点就是说，你粉丝越多，你赚的钱的机会也多，你报价就越高。这个是基于一个商业逻辑上来讲。那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说，基于一种情感因素吧。因为我来新加坡也今年第5年了吧，我还是其实蛮喜欢这个地方的。对，就是夸张点，就是深深热爱着这片土地。那我想就说，也是让更多我的观众吧，不管是中国也好，还是说不管是中国大陆啊、台湾啊，或者说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华人，能够真正的全面的了解这个地方，所以我就多拍一点咯。不管是拍介绍新加坡的美食啦，介绍新加坡的旅游啦，介绍新加坡的大家在住什么地方啦，在做什么工作啦，就是 everything 我都可以拍，为了大家更真实全面的了解这个地方。你说的是在这边5年，就是在大概疫情的时候，疫情之前我是疫情最严重的那一年来的，2021年来的。那个时候就是新加坡还处在一个类似有点那种宵禁状态，就是不能堂食，不能聚会，对，就是蛮严重的那个地步的，每天就是几万例新增的嘛病例的。对，就是那个那个时候来的非常严峻的那个阶段。对。那好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内容深度而且那个广度，那的确那个在
能够与不同的这个观众群互动。那我就是看到你这个博客里面，你就经常带一些朋友或者旅客来新加坡不同这个景点来打卡，那也分享了他们不少与他们这个互动这个经验很多。那根据你本身的这个观察，还有这个本身亲身经验，通常外地人来新加坡，他们提出的反馈有哪一些呢？当然是无论是生活啊，还是消费啊，或者职场上的文化，你的看法是什么？他们的那个反馈通常一般上都是提到什么东西？哇，其实挺多的，我接待过蛮多，就来自中国大陆啊，包括港澳台啊，或者说马来西亚，甚至马来西亚的朋友也蛮多的。首先先说消费吧，就是我最大的这样一个粉丝群体就是中国大陆人来讲，因为中国人出国很喜欢有一个习惯，就是换算，就是换算，把人民币换算成当地的货，就把当地的货币换成人民币来衡量这个地方贵不贵。但你知道人民币最近几年一直在贬值，那他们很喜欢，就比如说来新加坡吃了个饭，打了个车，住了个酒店，就用新币换成人民币。那我觉得有种全世界最贵的感觉。他们普遍对新加坡觉得，这个地方又小又贵又热，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最普遍的一个反馈吧。但是这只是表面上的一个反馈了，但其实这背后的逻辑是他们没有想过说，我们所生活在新加坡当地的人是赚新币花新币的对，所以比如说我们在新加坡一个月赚个5、6千，我去那个 food court 吃个5块钱的饭，我会觉得是很便宜，性价比很高的。但是对于他们中国游客来讲的话，他们可能要花一顿饭可能要花个3、4、5块钱人民币。这个特别是对于一些中国3、4线城市的人来讲，这个他们来讲是很贵的。再比如说打车，车的话你可能大概2、3公里的距离就要花个15块、16块新币。换人民币可能就将近快100了，这个在中国是很夸张的一个数字了。对，可以了解。再比如说更夸张的是住酒店，因为很多人反馈说，在住一个大概中国可能2、300人民币就能住到的酒店，在新加坡可能要花大概1000块人民币，这个对于中国人讲是很难接受的一个事情，所以他们第一个反馈就是贵。了解。对，第二个反馈可能就是小吧，因为可能大多数人出国前觉得说，新加坡是一个小岛，他没有认知，他觉得再小能多小，结果他们来的时候发现说，可能新加坡的东西距离只有40公里，南北距离只有25公里，就可能真的没有大家想象大，所以导致之前有一个热点吧，就是中国人称新加坡为脱线嘛，还导致了很多新加坡和中国人之间这种争吵啊，网络上这种争吵什么热烈争论，对，所以我不知道新加坡人可能对脱线这个词可能大家会觉得说是一种蔑称吧，但其实可能对于大多数中国来讲的话，它只是有一点小调侃的意思吧，并没有说真的在侮辱这个地方。了解，确实就是新加坡对于中国很大一部分县来讲，它的面积是非常小的。对，这个是一块，第一个是贵，第二个是小。然后这是相对不是那么好的一个评价。好的评价可能就是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说，新加坡人真的是华人社会的一个健身的典范，一个顶流，一个模板嘛。因为这里你会发现到处都很干净，街道很干净。然后政府把这里打理得井井有条，然后法律也很严格，也没有人在这边乱扔垃圾、吐痰、抽烟，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方面，大家都觉得不应该是个学习。还有就是咱们新加坡的这个住房政策，对大家都了解说，原来了解到有80%的人都住在这个政府的 HDB， 然后价格还那么便宜卖给本地人。再想想中国。一个年轻人如果要在上海、北京这种地方买房子，可能要掏空他一辈子的积蓄，可能买不起。这个都是就是大家对于新加坡的评价都是有好有坏了。对，肯定的，每一个国家都是一样。对，那其实刚才你提到那一点，就是说到这个消费方面，那我看到你一个视频，那你是说有些就是旅客都觉得，新加坡消费蛮贵的，但是当然如果他在这个市中心的一些餐馆或者比较高档的餐馆，那么肯定消费比较对。那么你也是很提出说，如果他们去一些就是邻里的一些地铁还是消费中心，那消费那种感觉就是不一样。的确是个重要是个对比的一种感受对，了解。
对，其实这个就是涉及到一个信息差。是，对，因为很多游客他们来新加坡，他们不会去找那种说本地人会去的地方，他们可能就活动于像我们这个什么金沙啦、乌节路啦这一块，Marina Bay 这新一块。加坡人都会可能由于出钱都会去的。对对，他们就去那种餐馆，去那种大餐馆，就是吃一顿可能人均就70-80新币，还要加 GST 和 service charge，但是他们如果说你像新加坡本地人，我们就知道说，哎，你可以去那种 food court 啦、是 center 吃啊，一顿就只要3-4块、5-6块，对，这样其实就很划算的。所以大多数游客不知道有东西。对，其实在你的这个博客内容当中，当然这个美食是很大的一个部分啊。那么很多人说，新加坡是一个美食天堂，是非常讲究吃。那品尝的美食价是这个国人是最爱的啊，特别是日常的一些小贩中心的那个食品啊，因为很多样化，而且也不是那么贵。那你觉得这新加坡的美食有什么特色？那新加坡的这个餐饮业文化跟这个海外的这个有什么不同？特别是亚洲国家有什么不同？我觉得新加坡餐饮最大的特色应该就是多元，就是混合吧，混合多元化。那有感觉选择了，对，对，第一个是选择多，第二个是本身它的一些菜式美食，就是感觉是混杂了很多种族的一些文化。就跟新加坡它的这个人口和种族文化一样，有印度人，有马来人，有华人，有那种的两者，还混杂一些这种欧美的一些文化。对，所以它的美食也一样吧，我觉得，你看有华人，就是你在就像去那种美国的食阁，都会有马来食物，有华人食物，有印度食物，还有一些就我们说中文叫白人饭，就欧美食物。对，然后华人食物又分什么海南的、广东的、福建的，对，还有什么麻辣香锅啦、麻辣烫，蛮多元化的啦。但是其实我不太清楚有没有真正代表新加坡本地这种 local 的食物。其实本地食物也可以说是东南亚的食物，对，因为基本上其实新加坡也是东南亚的一部分那无论你说是鸡饭啊，还是其他的一些城市，对，其实都是所谓比较区域的一种食品嘛。那我也本身也不清楚是否真的有一个新加坡非常道地的这个食品。不过这是谈起到这一方面，其实你本身也看得出来，因为新加坡也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一个大都会。这么多年来都有新移民来到新加坡，也在新加坡投资一些餐饮业那当然这个餐饮的选择也比较多元化嘛，随着这个移民的这个来到新加坡，那特别是来自中国的一些美食，麻辣很多最近还有东北等等，东北菜等等，那么很多新加坡人是蛮喜欢的。所以你看这些新浪潮跟新食品的浪潮，那么当然有些国人可能担心这新食品这个浪潮会取代这本地食品，那您个人的看法又是什么？ OK，那回答前，我想先问一下教授，就是您平常会去，比如说 Chinatown 去吃这些中国新开过来的餐厅吗？你吃吗？你会？有吃过1-2次了不过也不是每天吃。对。那其实我的看法就是，为什么最近开了这么多这种中国开过来的餐厅呢？第一个是在一个时代背景下，因为目前中国国内的这些餐饮就是竞争太白热化了，太卷了，所以很多他们品牌就寻求着说出海去赚外国人的钱，赚你们新加坡人的钱。对，所以那他们出海的第一站，那毫无疑问，新加坡绝对是全球的首选。第一个是吗？对呀，因为你知道新加坡本身就是一个70%都是华人的这样一个社会人员，对于这种中国餐饮出海，它是一个很好的试验的地方。它可能第一站是开到什么日本、美国、加拿大这种地方，那毕竟还是白人为主的社会嘛。那他如果他能够在新加坡成功他可能就会选择再开到其他的欧美区域、澳洲区域这样子。对，这是一个时代背景选择下，导致很多中国的餐饮会出海到新加坡来。像什么最近几年就是什么农耕记啦，对，是什么各种火锅啦，各种川菜、湘菜，哇，太多了。你本身都觉得多了。对，其实这个餐饮业投资也不是单方面的，就是通常都是双向。这也有新加坡餐饮业
到国外无论是去也还是中国也有做出来是吧？对，我看新加坡也有那些松发啦，什么对对对对那些什么，还有那个鲨鱼螃蟹那个Jumbo，也对都有开在中国了。是，还有雅坤，对雅这些比较对小型的，对。然后第一个说的是这种一个时代背景的变化。那刚好国际化的，对，刚好其实新加坡新加坡政府应该也欢迎这些企业来吧，它也是投资嘛。对中国对新加坡来到新加坡，你会带动这个商铺的租赁啦，人员的就业啦，对吧？还有这个 GDP 增长，其实都是双方都是好事了。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我觉得应该是，就是新加坡的餐饮来到，就是中国的餐饮来到新加坡，它就是你们可能担忧它会不会说，对你们本地的取代的本地取代或者造成冲击。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就像你刚刚说了，你也只是一周可能去吃个1-2次。是可能说1个月吃个2次。对，你不可以每天都吃麻辣。对，你也不会说每天就是就是我就完全不吃那些鸡饭和肉骨茶了，我就每天吃今天吃川菜，明天吃湘菜，后天吃广东菜，大后天吃东北菜，不可能的。对，因为它就用一句话来介绍，它只能带来增量，它不会取代。它只是让咱们新加坡本地的市场变得更加多元化，竞争更加激烈。但它不会说让新加坡本地的菜消失了。对。从而还有就是说，因为你知道中国企业就是那一套很卷，中国就卷惯了。你应该知道什么是卷吧？不大清楚，跟我们的这个听众分享一下。你知道什么是卷吗？卷就是说它，就有个英文我不知道叫什么，它叫 rate， 就老鼠。OK，rate race。OK，rat race。对 rat race。OK，就是说，比如说你这个东西卖10块，那我就比你卖便宜，我就卖9.9块。好，有人看到你只有9块9，那我就卖8.8块。OK，再一看吧，那我卖7.7块，我就是要比你便宜，我就是要比你更加好。这个对消费者是好处嘛？对，但是就是卷嘛，就是那你对消费者是好处，但是你对企业来讲的话，它可能是负面的，一直在压缩自己的这个利润空间，来压缩自己的利润，老板压缩自己的利润，导致员工的工资可能就要工作时长变长，工资变低。对，这就叫卷。对，放在任何行业都一样。好，对，今天学到新的东西，内卷，叫内卷。那你这个东西，那中国人过来，他肯定会来卷你们新加坡本地的什么样，包括不管是价格也好，还是说你这个服务也好，everything 就是餐饮的每个方面。对，那就会导致说你这个受益肯定是新加坡的消费者了。对，那会导致说本地商家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被中国商家卷的，可能说我们喘不过气啦，裁员啦。这可能是一个相对这么正面的一个方面吧。所以也看到最近很多新闻说，新加坡一年开很多餐厅，但是也听说要倒闭很多餐厅。对，因为它就是喜忧参半吧。像其实我自己做一个博主，我其实也接了很多这种美食类的探店。可能我前2年接的一些餐厅，可能这几年听说，直接开了，倒闭了，所以这个市场竞争还是很大的。对，所以大家不用说担心说以后中国餐厅会不会霸占新加坡把新加坡都占领了？其实有开有倒闭的，就是市场最终会告诉你答案的，它会。对，是这样子的嘛？因为我觉得新加坡人是一个很团结的群体。他是对自己的这种文化呀很自豪的一个群体，就是我觉得完全不用担心新加坡人会摒弃自己的这种饮食文化。新加坡人好像对自己的饮食天然就有一种自豪感。对，所以不用担心说哪一天新加坡的饮食会被某一个国家的外来文化取代。就好像新加坡人一直在说新马2个肉骨茶谁更好吃，对吧？对啊，所以不可能说哪一天新加坡的饮食会消失被取代了。是应该对本地的文化有信心。对，就是因为有信心嘛。新加坡人就是感觉很自豪自己的感觉，很好。对，很好啊，我觉得。好，那谈到信心呢，我现在是想问一个私人问题了，个人这个看法。那其实你本身在新加坡已经5年了，对不对？那你今年已经30岁了，对吧？31岁。那其实这个
问题是跟这个新加坡近年来面临的一些同样的课题啊，就是这个老龄化的问题。那越来越多这个新加坡年轻人就选择不婚，结婚也不育，那甚至不愿意谈恋爱。那你是算是还算年轻哦，31岁。哇，我才催婚嘞。我想知道一下，那你本身对这个所谓成家立业的看法是什么样？那你本身特别是对目前不单单只是新加坡，或者是亚洲，或者是中国，是一个全球的一个趋势。那年轻人对结婚、对谈恋爱是看法。那你本身的立场是什么？那你有女朋友吗？是这样？我单身嘞，其实单身 ，OK，单身。好，那你单身蛮久了。单身蛮久。好，那你对结婚对有一个伴侣的那个看法是什么样的？我先说下，我就是对于你刚刚说的，现在很多年轻人慢慢选择不婚不育的一个现象的看法方面，确实，不管是在中国还是新加坡，还是整个亚洲社会，我觉得大家可能现在的90后或者00后，他们选择这样不婚不育，可能是有种说法，就是大家变聪明了。变聪明，对，就是怎么解读啊？以前大家都会，就是可能70后、80后那个年代。对，哎，你们是哪个年代的？我是72。你是70后。对，我是70后，对，73岁，对。对，我这不是变聪明，就是现在的90后、00后，他们就是越来越自私了。自私，我可能打个引号，不是真正那种自私。了解。是越来越，真的越来越关注自己本身。而不是说为了满足谁的期待。他会觉得说，结婚了、生孩子了，真的是对我的人生是一种提升或者升华吗？我真的会因此会变得更好，会更幸福。不一定，因为你知道，结婚了也可能会因为一些夫妻矛盾啊，或者说后来价值观的一些问题，也会离婚。对，你生了孩子，你的孩子一定就会成长为一个听话的人。对社会有用的人，或者说一个满足你期待的人嘛，他也可能会学坏，或者说会生病，或者说成绩不好，或者说遭遇什么暴力，遭遇歧视。其实现在这个社会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越来越内卷了，不管是中国也好，还是说新加坡，还是全亚洲也好，就是这个社会因为内卷变得压力很大。对，所以那你觉得谈到这个内卷，觉得这都是跟个人的信心没有关系吗？还是一个社会国际性的一种趋势？因为这个压力导致你觉得你本身应付不来，年轻人觉得应付不来。我觉得是一个国际通用的一个共性的问题了，就这是导致大家觉得生活都喘不过气来。可能我每天上班在公司里已经遭遇了很多压力，工作的压力了，然后赚的可能也不多，房租又很高，没有多余的精力、多余的金钱去交女朋友、交男朋友，或者说去买房子了。那这一点上，我觉得新加坡人其实在整个亚洲来讲，已经算是压力很小了，因为你们有压力很小。对啊，你们买房子又不像大陆或者香港那么需要支付那么昂贵的房子。你们结婚了就可以有政府提供这个 HDB，对吧？那么便宜，而且至少还买得起。对，至少买得起的。这个新加坡人的住房压力，我觉得是在整个亚洲来讲是很小，应该是最小的了。对，相对是最小的，相对是最小的了。对，那你像中国，那没办法想象说可能刚毕业，如果要结婚买房，就要掏空一家人、一代人、2家人、六个人的钱包。你的爸爸妈妈、对方的爸爸妈妈，还有你们2个人的6个人的钱包，掏空所有的积蓄买一个房子，你都交一个首付。你想象你最后这个压力有多大？对，所以这导致说大家没有精力去谈恋爱，去考虑东西。对。所以不婚不育，我可以了解，可能在生活压力、消费方面可能会有一些影响。不过这个谈恋爱就是找一个男朋友、女朋友，或者一个伴侣，那至少这方面跟金钱上可能不会太大的这个挂钩。那还是同样的问题嘛，就是没有时间、没有能力、没有金钱、没有精力去做。谈恋爱这东西，我倒觉得倒没有说大家都不想谈恋爱，可能就是个人的一些性格，或者说
状态的问题呢？其实我蛮想谈恋爱的，对，因为我来的你的粉丝那么多嘛，那个都可以找得到的，对不对？找粉做一个丝啊，对对，打一个广告，可能有好几万人来上面。那有点太功利了。我其实来新加坡，我其实是因为，我可能就是因为我倒不是说因为压力问题不想谈恋爱，我本身是因为性格或者说工作状态，目前没有一个合适的一个机会去让我谈恋爱的，因为我目前还处在一个事业的，就是我的事业的上升期吧，对，可能没有起步期，就上升期了。我可能需要谈恋爱的话，是需要那个人来跟我一起共同的进步，就是实现这个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状态，而不是说谈一个恋爱每天要分担我很多的精力去照顾他，去分担我的精力啊，那可能会影响我自己的一个事业。我还算是一个蛮有事业心的人，很好。对，所以我理想的状态就是说，我们找到一个，比如说大家一起做一个行业的呀，一起可以去每天一起共事啊，一起去想新的点子啊，去开一些新的东西啊，去服务更多的客户啊，大家可以在互帮互助的这种角色，对我来讲呢，对，就是一些共同的一些经历，就是创造一些共同的这个未来。对，有共同的这样一个能力，共同的目标。好，那我其实也蛮想去接触一些就是新加坡边的 local，但是因为我目前工作性质接触的都是一些工作上认识的新加坡的人士，所以就没有那种说特别跟我年龄相仿，或者说大家想谈恋爱的这种新加坡本地的圈子。我也在反思自己为什么接触不到这种圈子。我其实还蛮好奇新加坡的这个女生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可能是工作的环境啊，因为我看到你的博客当中，你是经常到不同的地区做不同的采访，做不同的活动。那当然就圈子可能也比较小，因为在那个圈子固定的时间是蛮短的。对，都是客户和了解和这个博主的关系，是就可能没有说想到说要去谈婚论嫁或者谈恋爱，就是对，可能跟很多跟其他新加坡年轻人都是类似，不知道去哪认识对，而且好的，非常感谢你，阿哲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做一个访谈为这个《狮神记事本》做一个小推荐，非常感激。那希望你能够在未来找到一个女朋友，我们在下一次的这个《狮神记事本》有机会再做一次进一次的讨论。好的，好。